So， 都吃完了午餐过后，我现在就在慕尼黑以北，靠近英国萨的一个酒庄这边。So， 简短的分享一下这个改款版 M340i 的一些感想。我觉得这款车子对 BMW 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model。可以讲说，在3 Series 里面呢，因为 to be honest， 那种4 Series M3、M4 的前脸，可能很多人不是这么喜欢。所以在 M3、M4 以下，这个造型的前脸可能是很多人就是最能够接受的前脸。而且这个 M340i 呢，虽然它改款过后，它同样保留了 3.0L Six Cylinder， 而不是像隔壁家的，无论是 C43 还是 C63 都变成4 Cylinder， 再加上 Electric Model。所以 BMW 在这个电动车的红利之下，还能够坚持6气缸，是相当的令人敬佩的啦。OK， 甚至它 M3 再上去，它还有保留了 6-speed manual gearbox， 这个是当然这个是已经拿到 topic 啦。所以我们讲回来，这个 G20 LCI 呢，它的车头灯就看起来更加的扁，因为它本来有一个菱角，它就取消掉了。而且它车头的这个 front apron 啊，就是它的front bumper 下面也是让它更加的大，所以它的 air intake 是加大了的。OK， 当然这个是 M340i 专属的一个配套，但是如果你买到是 M Sport Package， 其实也是大同小异的，只是它这边会碰上了很多的 high gloss black 高光泽黑。再来 BMW 这一次在改款过后，他们也取消掉了这个 fog light。OK， 所以不管你买到的是什么 Spec、Spotlight、M Sport， 它都是没有这个 fog light 雾灯了的，就整合进去里面。再来，现在 G20 全车系都不会再提供 laser light 雷射大灯，而是这个 BMW Adaptive LED Light， 里面有 Blue Stripes， 有 Blue Accent， 还有一些 Purple Color 的这些灯光视角，让它看起来非常的先进。所以整体上，如果从远处，我不告诉你，其实 LCI 不 LCI 你不太能够分辨出来啦。BMW 把雾灯取消掉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形成一个 air curtain， 所以就可以增加它的空气力学效益。当这个高速行驶的时候，这个风可以透过这边进到你的这个刹车盘去冷却你的车子，也能够增加这个风阻系数等等，让车子更加的省油，更加的有效率。而且值得注意的就是一般上 BMW M Sport 都会用 blue color 的 brake caliper， 可是这个是 red color 的，也就是这个改款版 M340i 的一个标志，就是 BMW 从蓝色变成红色。如果你买到的是普通的 M Sport 而不是 M Performance， 你还是能够拿到蓝色的刹车卡钳，不过红色就让它跟 M3 的距离更加的缩小。这也是我对这辆车子的评价啦。我觉得 M340i 的改款版更加的接近 M3， 无论在硬体在软体方面 BMW 都有这样子的意图。那至于车尾的话呢，基本上只要你有 M Sport 套装，无论你是318、320、330还是 M340 都是差不多的。然后这个是改款版，但是它的车尾 LED 灯同样是 L 字形的，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它的 rear apron、rear bumper 这边就让它更加的显眼，更加的突出，就整个进行了重新的设计。只是说 BMW 又特别的把它的这个 exhaust pipe 的直径呢，就加大到90mm 到100mm 左右，就 depends on 你买的是什么 CC 的车子。那 CC 越大 ，exhaust pipe 的直径就越大。OK， 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看、非常好看的 look 啦，我也不用讲了。但是你问我的话，我觉得4 Series Coupe 或者说 i4 的车尾才是最好看的。那这个还是有一点保守。So， 这是我第一次 review left hand drive 的 BMW， 而且是在德国 Bavaria review Bavaria 的 brand BMW。So， 大家都知道，其实 BMW 就跟其他的豪华品牌这样子，是有很多的 optional accessory， 你可以选择什么样的皮革，什么样的 trim。But 因为在马来西亚，很多时候我们都是 CKD 本地组装的车管，所以我们没有像欧洲市场或者美国市场、中国市场有这么多的量去让你进行个性化的搭配。所以我现在讲的东西未必是你在马来西亚会看到的。就好像这个酒红色的皮革座椅 ，Center Console 这边就用了大量的 Carbon Fiber 碳纤维部件，就充满了赛车气息。那这个 M Sport 跟改款之前是基本上是一样的，只是在德国就有这个发热方向盘的功能。
然后BMW Curve Display 我在 i4 iX 都有介绍过了的，所以这个也是 BMW iDrive 8.0的一个标配，就是非常宽的一个荧幕，然后中间就少掉了这个鸡腿式 drumstick 式的排档杆，就变成这个，你看过 iX 你就知道我讲什么了。然后这边中间有一排的按钮也不见掉了，冷气也要透过这个荧幕来使用它。So 你要知道更多关于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回去我之前做 BMW i4 的 video。那这一次来到在这边在德国驾一辆374 horsepower 的 M340i， 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也非常的珍惜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啦。OK， 现在是早上11点，我在德国的 Autobahn 这边开着最新的 G20 LCI， 然后这个是 M340i xDrive， 也就是 G20 里面最powerful 的 version 了。然后它跟我之前在马来西亚试驾的 M340i 的动力数据一样， 3.0 litre 的 B58 engine 有374 horsepower 和500 Nm。那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 Munich 的 Garching， 从 Garching 去到 Regensburg， 全程大概是接近200公里这样子。So 当然这是我第2次在德国的 Autobahn 驾车 ，OK， 但是我第1次在 Bavaria 驾 BMW 啦。So这感觉是非常的特别啦，因为相信大家知道 Autobahn 就是这边有 unlimited 的 speed limit，but only 在 certain 的 area 它会有那个3条线的。你可以看回去我之前在 Switzerland 的那支video， 那时候我驾的是 218D Grand Tourer，but这个不是，这是一个 M Performance Car 了 ，OK？ 因为现在这个改款版的 M340i 它是 standard with 这个 M Sport Exhaust System。所以这个 6 cylinder 的 engine 真的是那种声音非常的澎湃啊！你看我现在驾着100，好像我觉得自己超级无敌慢这样的，所以你要 pick up 一点 speed 啊。OK， 到 shift， 非常的饱满，非常的雄厚。So， 那个鞭炮声非常的响亮，所以我现在回去 Comfort Mode， 它大概在2000个 RPM 左右就可以 generate like 500个 Nm， 是非常非常的 powerful。因为这年头其实你讲300多 horsepower 500多 Nm 是很多的，可是如果你可能已经是 iX3 或者是 iX， 或者是这个i4 的车主来讲，其实你驾了电动车，这些马力数字对你来讲，它就不是这么重要了。So 6 cylinder BMW 也是另外一种享受，另外一种，你可以当它是一个 collection 好了，我觉得。所以你已经不再单纯是看它的那个power figure 了 ，OK？ 它是整体的整个感官享受了的 engine， 它的 throttle response。很 smooth。这种车子呢，我觉得它最难的是怎样再给你怎么样去隐藏它的这个动力数据，怎样去隐藏它的内功，OK？ 就是你没有在全力冲刺，你在 Comfort Mode 的时候，也就好像驾着一个 320i， 驾着一个330i， 把当你要的时候 ，not even Sport Mode， 在 Comfort Mode 而已。然后你 off throttle 的时候，它收的时候是非常的斯文，非常的温驯。OK， 现在我前面写着是没有 speed limit 了的啦，所以我现在驾着140、150，可以大声讲啊，因为每次在马来西亚我要自己 beep 掉那个 speed， 我根本不觉得自己在驾着150 km/h 呢，我觉得好像你驾着150，你好像驾着100这样子吧，所以真的是非常 comfort、非常舒服的一辆车。Of course， 这个是being a M340i， 它搭配的是19寸的Michelin Pilot Sport 4S 轮胎，抓地力非常好的一个轮胎。Of course， 在 Germany 啦 ，I mean 在德国来讲，他们的车子大部分都是以 Touring， 马来西亚叫 Wagon，Sport Wagon 为主啦。所以你看你路上看到的5 Series、3 Series 都是以 Touring 为主，甚至这边的 Touring 的销量还多过 Sedan。Facelift 的3 Series 它多了这个48伏的 Mild Hybrid 系统。
虽然它只有11个 horsepower 的这个动力辅助，可是它的作用并不是增加车子的动力，而是去减轻这个12V battery 的负担。那这台车子它的传统的 battery 是放在 luggage compartment 的，就是放在后面的，然后这个48伏是整合进去这个 engine 里面了的啦。其实 BMW 比较直白一点，叫它48伏的 starter generator， 所以它不是一个 hybrid， 叫它48伏冒 hybrid 只是一个雅称罢了啦，比较好听这样子吧。你加 6 cylinder 的车跟你加4 cylinder even 你是330i 你都会 feel 到那个不同因为那个 engine 的 vibration 是非常的 balance， 非常的低，很 smooth 那种 smooth。 Let's keep going。 So 这个 M340i 它虽然是一个 X-Drive， but 这个 BMW 在 presentation 上面有说它是一个比较 more on rear wheel drive 的 4 wheel drive，OK， 所以它是一个 rear wheel drive 为主的 4 wheel drive， 就让你在驾驶起来的时候不会说太过不 balance， 不会太过 balance 这样子，因为有时候 rear wheel drive 的车它还是前轮的这个扭力只是用来增加它的 traction， 而不是用来主导车子，所以 most of the time 它都是用这后轮在驱动车子的。那就像我刚才前面说的，这个你可以看到它的 competitor 都已经 downsizing， downsizing 不只是它的 CC， 它的 cylinder， 然后从12 cylinder 到8 cylinder 到6 cylinder 到4 cylinder，right， 可能过后就变成3 cylinder 再加上电动马达这样子了。所以当它的同级竞争对手都舍弃掉一口气就是一口气的丢掉 V8， 丢掉 V6， 直接进入这个4 cylinder 再加上它的这个电动马达来讲，是难免会令人觉得有一点失望啦。可是你知道现在 2.0 liter， 你的这个turbo 的 pressure， 给它增加很够力，它还是可以做到的。可是就像我讲的，我驾过400多匹的4 cylinder 吧，4 cylinder 还是4 cylinder， 你 enjoy 不到这种 balancing 这种6粒 piston 在工作的这种快感。你看现在的跑车even like 296 GTB like Acura 都是3 liter V6， 所以我相信在 before 我们正式进入这个 fully electric car 之前，我相信6 cylinder 是一个最大公约数了。OK， 就是6 cylinder or nothing。OK， 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 Regensburg。那这一次的目的地就是 BMW Regensburg Plant， 然后我们要去试驾最新的 BMW 第3代的 U11 BMW X1。那 Regensburg 这个地方呢，它跟 Nuremberg 就是非常的靠近啦。OK， 所以很多来 Nuremberg 旅行的人都会顺道的来一下应该叫里根斯堡啦。它跟德国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是它保留了很多中世纪的建筑啦，所以它也可以被人家称为是意大利最北的城市的 Northern Part of Italian City something like that 啦。可以说因为它有很多的天主教教堂等等。那如果你是熟悉这个历史的，就知道其实德国它不完全是 Catholic， 它也不完全是 Protestant， 所以它有 half 这样子啦。那我们说 Bavaria 来讲，特别是 Regensburg 来讲，是非常 Catholic 的一个地方啦。然后你再上去一点，它就是East Germany 了嘛。那 East Germany 是什么地方？应该很清楚哦。OK， so 预知更多关于这个G20 LCI 改款版的详情，等到这辆车子在 Malaysia 正式发布的时候，我们再做一个更加 details 的马来西亚的本地试驾这样子。所以今天这一集就暂时到这边。所以喜欢这集影片，不要忘记分享、按赞、订阅、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3, 2, 1, cut. Get rolling. 2 kilometer.源源不绝的动力。That's it, cut. 这个就是改款版的 G20 Touring， 然后这个是 320D Touring。本来我们是要试驾这辆车的，可是因为它跟马来西亚实在是太过没有关联了。首先 Touring 这个东西在马来西亚是完全没有市场的，所以根据 BMW 马来西亚讲，如果你不能够卖30辆50辆这样子，不太可能来到马来西亚啦，所以是 impossible。再来是320D Diesel， 所以 Diesel 加上 Touring is
totally impossible for Malaysia 啦，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尤其是 M3 Touring 出来之后，这个车子的询问度又再次被炒起来，所以我希望不知道有50个 Malaysian 可以跟别人马来西亚讲我们要买这辆车，所以我们才有可能在官方的管道、官方的渠道看到这辆车子来到马来西亚。非常的可惜。See you next time.